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科技烂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异续签相关的话题。因为在之前呢，我接到很多反馈说我们之前那个续签工具是在 Windows 上的，然后必须要一直开着吗？有很多小伙伴有这样的疑问。那理论上来讲是需要一直去开着保持它的活跃性的。那你要一直开着电脑，要么你就有一台 Windows 的 VPS， 然后长期去挂这个应用。今天的话，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个网页版的续签工具，这样就可以摆脱不是24小时在线了，就是我们让 VPS 在远端24小时运行。VPS 是什么呢？ VPS 就是云服务器有一些不知道的小伙伴慕名而来的，就是义务续签相关的，大家可以去购买一台 VPS。 那 OK， 在科技烂的频道的这个模块 VPS 体验计划里头，我会详细的介绍每一款 VPS 使用的一个技巧，并且让你连接到 VPS 服务器上。那我们今天就满足这一部分希望义务账户续签进阶或者有条件的小伙伴。那我就现在当做大家都有 VPS 服务器了，连接到 SSH 上。如果你想重装系统的话，你把这个命令输入一下，就让你的机器回到一个全新的状态。这个呢是一个滴滴的通用脚本，也是非常方便。这边我们会重装 Durban 11，这个 D 就代表 Durban， 这个11就代表它的版本号，这边的 P 后面的就是我们的密码，你可以自行修改。这块是端口号，默认是22，把这一行命令输入到你的 SSH 连接的工具里面。比方说这个，我们右键然后点击回车，它就开始执行重装系统，将你这个 VPS 重装成 Durban 11重装完成以后，它这边就与服务器断开连接，我们需要等5到15分钟的样子。 OK， 我们这边呢端口号依然是22，这个用户名呢就是 root 完了密码最新的你刚才设定的那个密码。 OK， 我们刚才重装完以后大概等了5分钟以上这台机子就已经重装 OK 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下一步，把这个更新组件更新一下。这个是 Durban 和乌班图通用的一个更新组件，我们先把当前的系统更新到最新的环境。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安装这个 sudo， 这也是一个安装 Docker 前的基础组件之一。接下来我们就装 Docker 和 Docker Compute 这两个 Docker 组件。我这一套流程呢是随着我对 Docker 的理解不断的优化以后得来的 Docker 安装的快速方法，所以也适用很多 Docker 项目的安装流程。那有些已经安装过 Docker 基础组件的这些小伙伴，当然这些步骤是不需要的，待会儿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镜像和安装容器。那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 Docker 的小伙伴也不用心慌，我这边已经是从头到尾跟大家分享了，包你顺利的安装网页版的义务续签服务。我这台机器呢，这个带宽比较有限，所以它下载东西的时候会比较慢，它带宽好像就3兆。一些其他 VPS 厂商他们的服务器带宽都是非常大的，安装起来会比我这边快很多。中途它需要让我们选择 Y 或者 N， 我们选择 Y。 好的，出现这种效果，我们的 Docker 组件就已经安装完成了。接下来的这两个是比较重点的，一个是 x86 环境下的网页版的镜像，一个是 ARM 架构的，也就是 ARM 架构的，要使用这个命令。我们大部分的 VPS 呢都采用的是 x86 架构的， ARM 架构并不是主流。我们当前的这台机器是 x86 架构的，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命令。好，我们回车，这时候它就开始一个一个进行下载，这个就取决于你当前服务器的带宽，它大概会下载900兆的文件， ARM 架构大概会下载700兆左右，所以 ARM 架构下会更加轻量一点。这个环节呢，下载镜像就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我们接下来要部署我们的容器，我们有了镜像，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个镜像来部署我们的容器，也就是我们真正使用的程序。那我们刚才输入的是这个 x86 的下载镜像，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对这个镜像进行部署。我们部署哪些参数呢？这边是它的端口号，大家可以进行修改，其他的我们就不需要进行改动了。好，我们粘贴到这里来，然后点击回车，这样的话就已经部署成功，并且正在运行。这块呢，我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关于 Docker 基础使用的一些命令。
那我们输入这个就可以看到容器当前的运行情况。回到我们 SSH 工具，右键回车，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当前是已经被占用的正在运行的状态，当前运行的一个时间，这个是创建时间，所以我们这边正常的在 IP 下的这个1066端口启动了服务。那我们就拿这个 IP 加端口回车一下看一下。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正常的登录到我们的续签服务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密码，我们先把这个勾选上，然后我们把密码输入一下。密码在我博客里头有一个初始密码123456，当然这个密码我们可以去改，待会儿我告诉大家怎么改。然后我们先输入进去。好 ，OK， 这个时候我们这里头没有任何子账号，添加新的子账号进来，就是我们的，也就是 Microsoft 365的义务账户。那我们这边点击添加，自称相识的3个参数我们输入在这里头。其实跟 Windows 上安装的那个续签服务是比较类似的。这个是我们的 Windows 的这个软件，大家应该有所印象。我们点击这个，把上面的3个参数全部复制到网页端。按顺序把3个参数都复制完以后，我们点击开启，让它处于登录模式，让它自动调用 API，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变成黄颜色，它就是正在准备这个就是我们二哥的那个子账号，在上一集大家应该有所印象，看到这个块是黄颜色的，那我们刷新一下，这块变绿了，就表明它已经正在被调用的次数，当然前都是0，蓝的代表调用过几次，绿的代表成功过几次，红的代表失败过几次。好，我们先让它运作的当中，我们来讲些它页面上还有一些其他功能。你点击一下可以快速的跳转你义务相关的一些面板，包括 AZ 的一些面板都是可以快速调用的。帮助信息也会跳转到一些说明文档，还有关于那我们对这些辛勤付出的小伙伴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有了他们，我们可以更方便的续签我们的微软义务账号。当然你想付出行动对他们支持的话，你这边有个捐助支持。好，我们又等了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展开，发现这边已经成功了26个行为。我们在微软义务账号里头模拟玩家的行为做了一些操作，这些都是模拟玩家行为的，都是成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非常 nice 了，你可以让它24小时不间断的挂机在你的服务器上，不需要你的 Windows 时时刻刻开机，非常 nice 我把最后一个坑填上，最后一个坑就是关于这个密码的。我们回到 SSH 连接去把这个密码修改一下。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刚才复制的粘贴进来，回车，我们先到达 Docker 的这个目录，再把这个复制一下，回车。此时呢，我们需要编辑一个文件，我们把这个文件编辑一下。好，来到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备注呢都是乱码，这些不需要我们担心，我们只需要关注这个123456这个是我们初始的一个密码，键盘上的 I 键处于一个编辑模式，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23456给改掉，这个你改的复杂一点最好。我们改成6个6，然后我们再点 ESC 退出编辑模式，退出完以后，我们英文的冒号让这个光标来到左下角，我们打算退出并且保存了。那我们这边输入 WQ 叹号这样的一个格式，这个 Linux 下的某一种编辑器，当然这个编辑器我叫不出来什么名字，这是它的一个专门退出并保存的一个暗语，也用了几十年了，就是我这种刚接触的可能对这个不是那么敏感，所以有一些经验老道的小伙伴呢觉得我说的很啰嗦，其实是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小伙伴他并不知道这个编辑器该如何保存退出。好，那这时候我们回车，编辑好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如何去生效呢？我们需要重新启动服务器，我们重新再创建一个新的连接，这个根目录下再尝试 REBOOT 回车，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功的重启了云服务器，我们需要等待1分钟左右。好，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重新连接了，看一下我们 Docker 项目当前运行的一个状态，依然是在这边我们可以查看 Docker 容器是否正常运行，因为重启以后我们的 Docker 项目大多部分容器都不会自动重启，今天的这个续签的这个容器很有可能也没有正常启动，我们使用这个先查看一下容器运行情况。
好，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 Docker 这个项目未启动，当前是一个关闭的状态，并且这块端口也不会正常的去显示。上面的这一行命令，我们把这个输入 Docker 启动这个容器，粘贴进来回车。好，这样就启动好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容器。OK， 这边已经有参数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容器就启动起来了。如果没有启动容器的话，没办法正常打开这个网页。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义务账户网页版24小时挂机续签的搭建过程。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